大家好，如果说娱乐圈要姓党，或者说娱乐圈要彻彻底底的跟政治绑定，这么一个说法是不是很魔幻呢？如果您感觉魔幻的话，那就对了，因为我们所处的年代就是这么一个超级魔幻的年代。日理万机的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的做出了对整个娱乐圈的最高级别的指示了。娱乐圈彻底跟党走的日子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乃至整个的云匪江湖，都笼罩在了红色的政治光谱之下，一切都是那么的迅猛，那么的出人意料。如果顶流转型是为了更好的未来，那么政治挂帅应该是为了未来的躺平了。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人世间有很多的美好，正如央视热播的电视正剧之王《人世间》一样。即便许多貌似扛不过去的苦难当中，如果单纯的放大出来了其中的某些人性的闪亮点的话，依然能够成功的让人潸然泪下的，最后还要感恩戴德的。这就是戏里戏外的宣传的要义和市场的秘籍了。这不，2022年的2月15号，于东再次的在长津湖之水门桥的主创微博直播当中表示说，博纳影业出品的《中国胜利3部曲》的第3部《无名》目前已经拍摄完成，正在紧张的制作当中，希望今年能够和观众们见面。他还强调说，除了梁朝伟、王一博、王传君这3位演员之外，还有5、6位知名的演员参与呢。这是一部很商业的电影，与成尔之前的艺术片风格相比，增加了很多的商业的元素。那么商业的元素到底是个什么元素呢？其实对比那些老是语言不详、厚重无比的文艺的元素，商业元素就是那些以票房收益为最终的目的和最高的指标，完完全全迎合大众口味的和理解水准的考量的元素。说白了，就是无需大脑处理的那种爆米花般的快感和肾上腺的爽点，两者齐飞出来的快餐的元素了。您发现了没有呢？为什么于东非要强调说这个商业元素呢？其一，就是因为他就是个逐利的商人而已，投资的出发点就是明晃晃的最大化回报了，这点无可厚非。其二呢，成尔执导过的电影的票房一直都不怎么样，上一部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就是这么一部类同无名的悬疑谍战片来的，这我也深入的聊过的了。然而呢，该片在2016年12月16号上映之后，累计的票房才1.22亿而已。这么多的超级大牌的西国演员扎堆与他合作加盟，结果呢，却换来了文艺片该有的那一份无病呻吟和无限的寂寞出来。所以呢，于东必须反复的强调和提醒大家说，这部《无名》是一部无需烧脑的商业大片来的。至于说这部明晃晃、黑白色调、文艺风满满的影片，如何秒变成为化身成为了商业片的呢？通过连串的于东式的操作，您到底看出了于东的道出来没有呢？话说长津湖之水门桥1个星期的票房就已经达到了30亿了，打破哥哥长津湖的神话也是指日可待的了。按照这种割韭菜的速度，轮到无名上场的时候，理论上的确可以迎来下一个30亿的美味的票房出来了。而且不知道您留意到了没有呢？2月7号到2月20号，全国范围内的博纳影城会员均可以通过柜台或者说通过博纳电影 App 的方式购买特惠票，以33.9元的超低价观看长津湖之水门桥。那些学生团体、军人团体以及医护人员的团体也可以凭有效的证件享受35元的观影优惠价出来。
而且呢 ，IMAX 的特惠观影体验更佳，所有特惠价的基础上，外加上10元，便可以享受得到超大剧目效果的战争场面出来了。这些博纳悄过吸髓的市场的骚操作，算是把所有韭菜犹犹豫豫的心理价位都一股脑的给抄底了。加上顶流王一博的铁杆粉丝，市场的粘性和市场消费力都相当惊人的，所以呢，各种举措三管齐下的话，单单一部现在就已经开始天天捂热的《无名》，就能够轻轻松松的帮助王一博所主演的电影总票房一下子增加个30亿出来了。如此下来，这个100亿票房俱乐部的起点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也真香。为了配合王一博尽早的跨上这一个台阶，于东也是豁出去了，陆续的通过《无名》的抛尸预告片和卷烟的剧照，把主演王一博的角色反转了几圈之多。除了颠覆以往的角色设定之外，王一博更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滩百乐门的座上宾了。软糯酥的亲切的腹语，扎感酥的硬拽的气质，连番的轰炸，迷的铁杆粉丝们纷纷的脱皮抹粉，化身成为了心甘情愿的女友粉了。这种于东专属的商业手法超级立竿见效，总是瞬间的在网络间引起了各种轰动不堪的眼球的效应出来。再配合一波王一博奶爸上身的话题延伸，王一博的酥感形象简直从里到外的都像奶油一般的融化开去的了。先我只想说，此男只因天上有，落入凡尘复何求。我以前就专题的聊过了大量王一博专属的那些爆棚爱心和点点滴滴了，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这种一路以来的王一博所树立的暖心拉风的戏外形象，真的是给于东今年提供了全年不休的不少的话题素材了。说到这，您彻底发现了没有呢？也就是新闻我独家挖掘出来的5大市场活化要素了吗？可以说，于东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逃不出新闻我的火眼金睛。另外一边厢，如火如荼的赵丽颖的野蛮生长其实也不例外。我说过，原本大女主的野蛮生长，如果 CP 路透实在太多的话，剧组的那种语境就已经开始呼之欲出的了。这不，赵丽颖红配绿的造型与官配李光洁硬磕 CP 同框撒糖之后，当天赵丽颖随机赠送的同款复古大片便同时释放出来了，齐齐登场了。除了所谓路人街拍实属剧组专享的小视频之外，这组专业拍摄出来的复古大片的确很有年代感。绿色长款大衣烘托下的赵丽颖，整个人的皮肤都显得格外的白皙，格外的凸显出自己的气质出来了。而且呢，绿色长款大衣是一种极具色彩视觉冲击力的外套，穿上了它的话，特别容易轻轻松松的成为人群当中的那个焦点所在了。再加上腰带的装饰，显得整个人的身材也相当的耐看和高挑。红色的贝雷帽特别的拉风，配合上半夏的长卷发，整个人贵气十足，华贵雍容。显眼的红色贝雷帽是跟绿色大衣最合拍的那种配饰单品了，两者搭配在一起的话，不仅更加的吸睛拉风，
还能够演绎出妙不可言的绝美复古风出来了。不知道您留意到了没有呢？这组大片的背景都是满满的上个世纪的影子，老柜台、蛤蟆镜、红围巾、路人甲、百货架等等等等，处处都是满满的时代的足迹和沉甸甸的改开的记忆了。这组商场逛街的严选的戏份，明晃晃就是剧组用力强推 CP 的最直接的写照了。当天的这些大片的侧写勾勒，让这个美美的赵丽颖满脸都是新婚的那种喜悦感和灿烂的笑容了。这种 CP 的满足感真的够剧组笑上那么几天的了。反而呢，站在旁边的那个李光洁，老板风衣配上老板背头，一副志得意满、夫复何求的老板风范。而大女主的赵丽颖站在高大的李光洁的身边，赵丽颖的跨度实在有点大。原本说好的那个大女企业家一生励志成长的成功的故事，仿佛悄悄变成为了 CP 有你的甜蜜爱情剧了。这组剧组故意释放出来的洗眼睛物料，已经丝毫见不到了霸总女老板该有的那一种款儿，那一个范儿出来了。而且呢，更加有趣的是，这身格外显嫩的街拍路透大片，除了那个大波浪的发型略显成熟之外，其他都是上个世纪18、19岁的最美的设定了。这您到底发现了没有呢？这种寓意满满的剧组路透，看来依旧会只有想不到，没有磕不到的甜。无论现在还是以后，很多的时候所谓的路透也都是讲技巧、讲心机和讲究时机的，尤其是后者，也就是时机了。而时机这玩意儿，就是让那部2年6粉磨山无数的《冰与火》依旧没有着落，依旧遥遥无期的症结所在的了。照理呢，上一部《幸福到万家》，甚至这一部《野蛮生长》，照样也逃不过时机的魔咒。不知道您留意到了没有呢？现在几乎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变化的政治大环境，正是不断改变着整个娱乐圈小环境，令到时机不断秒变的最强的因素了，没有之一。娱乐圈仿佛就是怒海当中的一艘不着边际的巨轮了，而政治大环境就是那无边无际的怒海了。这不，新闻我前脚刚刚跟您探讨完最新的政策风向，跟着呢，后脚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跟着就曝光了出来。而且呢，这次讲话的解读非常的震撼，几乎彻底敲碎了所有娱乐圈继续圈钱、继续造梦的旧日的梦想了。2022年的2月16号，最新出版的《求是》杂志重磅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6号关于19届中央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时候的讲话。文章标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文章称，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新型毒品犯罪和邪教式追星、饭圈乱象、阴阳合同等等娱乐圈突出问题，要从完善法律入手进行规制，补齐监管漏洞，绝不能放任不管。这一说法刚刚好跟之前新闻我专题深入探讨的政策指南简直是遥相呼应了。
只是这次的用词更加的狠辣、狠戾、无情了，因为关键词已经用上了邪教式追星这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维稳式的用词了。要知道，在中国，但凡跟邪教挂上钩的都没有好下场。即便对邪教的定义，实际上国内跟国外完全没有可比性。习近平表示说，文化娱乐是社会正常的需求，有娱乐就有明星，有明星就会有众多的追捧者，特别是在年轻人中产生偶像崇拜，这都是正常现象，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就是凡事都要有个度，过了度，越了界，娱乐圈的问题就会演变为社会问题了。邪教式追星背离了核心价值，污染了社会风气，危害了青少年成长。群众反应强烈，党和政府就绝不能放任不管。这一种说法很明显就是剑指吴亦凡的那些无脑粉丝所臆想出来的劫狱后遗症了。邪教式追星的邪到底在哪儿呢？习近平指出，这是有个界限，不能笼统的、简单的把所有的对娱乐明星的偶像化崇拜都视为出格。所谓邪教式追星，从追星者自身来讲，首先是疯狂的、毫无理性的。为了追星不惜一切代价，什么愚蠢肉麻的话都能说得出来，什么冲动歇斯底里的事儿都能做得出来，对自己的财产乃至身体毫不顾惜，对他人的隐私权利毫无尊重。说到这，您觉得这句话的界限又在哪儿呢？又如何去理解呢？习近平比喻说，其中某些极端粉丝正如金庸在其小说中生动刻画并尖锐讽刺的邪教徒那样，也就是说，阿谀吹捧时不知廉耻，讨伐追杀时灭人性，同时他们极具暴力性，对善意的批评和理性的劝阻非但极度排斥，而且动用各种手段进行名誉侵犯乃至人身攻击，扰乱社会生活，挑战公序良俗。这种极端粉丝在新闻我的眼里，在哪儿其实都有，没有时间上的限定，也没有空间上的限定，关键字是一小撮。然而呢，通过习近平总书记的表述，这些人便仿佛无处不在了。习近平同时指出，这些年来邪教式的追星令中国普通民众感到荒唐、震惊甚至愤慨的丑恶行为已经不胜枚举了。也就是说，在飞机和机场围追明星、妨碍乘客已是见怪不怪的了，人肉搜索、网络追杀也成了常规的手段了。倒牛奶事件围攻大学校园，甚至死亡威胁批评者，手段是越来越卑鄙了，影响是越来越恶劣了，确实到了受者忍无可忍，观者义愤填膺的地步了。说到这种描述似乎大家伙都会似曾相识的了。这不活生生的私生饭再加上黑心粉的嘴脸素描吗？清朗到了现在，似乎背后的黑手依旧是该咋地就咋地。批评到了现在，打击到了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本质性的改变呢？于是乎，习近平表示说，特别要指出的是，
广大青少年从现象看是邪教式追星的主要群体，但是呢，从实际上看，他们正是邪教式追星最大的受害者。因为青少年尚无社会经验，又正处于心理上最需要偶像崇拜的青春期，易入歧途，易走极端，成为了那些受资本操控的网络水军们、粉头们最乐于围猎、洗脑、操控的对象。这一说法的的确确属于高瞻远瞩，却又也等于没说。因为资本黑手明晃晃的也是无法消灭的和无法根除的，除非彻底共产了，彻底均富了，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了，否则的话，资本黑手注定是娱乐圈尾大不掉的魅影所在了。说白了，资本原本就带着原罪的属性，即便红色的资本博纳也逃不过。那么我这个说法，不知道您认同不认同呢？习近平继续的表示说，以往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手段，在与这些邪教式追星的幕后黑手进行对抗时，已经是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了。要斩断黑手，根治邪教式追星，就必须同时举起法治的利剑，加快立法，加强监管，救孩子于迷途，还风气以清朗。这是人民的呼声，也是党和政府的决心。我想说的是，人民的呼声其实并不重要。徐州巴哈尔母亲的呼声已经是显得无足轻重的了，只有党和政府的决心才是一锤定音的关键性所在了。所以呢，习近平总书记严厉地指出，邪教式追星从此需要通过立法重点整治了。法治是根除邪教式追星的镇妖剑。这个说法是不是跟新闻我反反复复强调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异曲同工呢？说白了，无论镇妖剑还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无论黑猫还是白猫，让老鼠们心惊胆战才是最重要的，让娱乐大腕明星们夜夜难眠才最有效的。就像我深入剖析的2022年年度的证据之王人世间一样，只有永恒的畏惧，只有硕大的那个忍字，才是人世间找到幸福的最好的配方了。您说对不？